是我第3次复活在这个末世里，直到现在，我才发现了男友的真面目。在核废水的影响下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丧尸爆发了，就如同各种末日小说中的那样，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垃圾场。但好在我和男友阿哲都活了下来，并且躲在了我们的出租屋内。4月20日，这次我醒来如同记忆中的一样，丧尸已经爆发了，而我们之前并没有储存过多的食物。我在日历的5月15日画上了一个记号，那天便是我被男友抛弃的日子。4月27日，时间过去了7天。这7天，我们每天都观察着外界的动向，与第一天相比，外面已经安静了许多，时不时有着一些丧尸呜咽的声音。我们紧闭着房门，拒绝了许多的求生者。阿哲从卫生间走了出来。兰兰，今天手机上有消息吗？因为丧尸的爆发，许多基站遭到了破坏，手机信号非常不稳定，哪怕是重生的，我也不能完全确定什么时间段有信号。还没有？你怎么在厕所待了这么长时间？这几天，男友开始变得越来越奇怪，记忆里他延长上厕所的时间，并且变得有些急躁，有些时候还会因为没有信号发狂。我来盯着，你去休息一下吧。阿哲说着便让我回到房间睡觉。隐约间，我看到男友心虚地看了眼手机，他手机上好像有着什么秘密，可在过往的重生中我也调查过，但没发现什么。我重重地倒在床上，几次的重生已经让我彻底麻木，我现在只想保留更多的理智来面对未来。当我醒来，天已经黑了，为了不引起丧尸的注意，房间里一直都没有开灯。当我看向门口时，却发现男友正趴在门缝上观察着我。我惊恐地在床上立刻坐起，捏紧手中的被子。刚刚听房间里有声音，我就过来看看。看样子男友的异常提前了，在前几次的重生中，他这样提前也有发生过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接下来他会说：我觉得我们得收拾些东西，赶紧离开，在这里根本等不到救援。我小声地念叨着，我猜的果然没错，我答应了下来。4月29日，我们陆续收拾了一些物品，看着阿哲不停地确认着时间，眉头紧皱，越发焦躁。我也没放在心上，毕竟在他和我离开家门后，他会让我去引开一只戴着红色围巾的丧尸。起初我并不愿意与他分开，可他神情冰冷地盯着我。你不去，我们都得死。他的冷漠让我心神胆寒，我眼睁睁看着他朝着另外一条路与我背道而驰。直到我再次重生，我总结了经验，在离开他后，我会再跑回家里，虽然也不安全，但躲起来我会活得更久一些，好让我有时间思考接下去该怎么办。这次也和以往一样，我们又遇到了那只围着红围巾的丧尸，他神情冰冷地推搡着我，让我过去，而我也和之前一样，佯装着靠近那边的丧尸，随后便直接返回家里，而他也照常向着那个街道跑去。只不过这次不一样的是，我在回去的路上捡到了他的手机。锁上房门后，又回到了熟悉的生活中。我苦涩地笑了，寂静的屋子里，我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这种等待死亡、无路可走的感觉真不好受。5月2日，淡水已经消耗殆尽，食物也所剩不多。看样子，这次我还是凶多吉少了。男友的手机屏幕突然亮了起来。阿哲，收到消息请回复。你和小兰都安全吗？前2天十字路口的丧尸潮不知道被什么引走了，我们现在可以出去了。今天我们还在带着红围巾丧尸的地方集合，那个丧尸和我们的预想一样，完全不会攻击人类。由于阿哲的手机那天因为跌落导致屏幕损坏，没办法回复信息，我将信将疑，带上自制的护具和最后的物资，再次来到了小区门口，看到了熟悉的红色围巾丧尸。他不会攻击人类吗？之前由于太过害怕，我从没注意过这点，想到自己死了还会重生，我向着那名丧尸的位置跑了过去，果然他像没有看见我一样。你就是小兰吧？身后一道声音响起，一名留着胡子的中年男子低声询问我。走，我们先到避难所。没见到阿哲呢，说实话，我们能够得救真是多亏了阿哲。早在之前他就通知我们会有丧尸爆发，他真是料事如神。听着他们闲谈的话，泪水早已模糊了我的眼眶，我好像将一切都串了起来。原来重生的不只是我，原来阿哲把我推向那个红色围巾的丧尸，是因为那个丧尸根本就不会攻击人类。原来他去另一边是为了引开更多的丧尸潮。原来从一开始我就错怪他了。我看着车辆在马路上疾驰，丧尸密密麻麻地跟在车辆后面，庇护所就在我们的眼前。我将最后的食物放在车上，猛然地从车后坐跳了出去。这不是第4次重生，而是最后一次。阿哲，我回来了，这一次我一定与你一起逃出升天。如果我知道那是妈妈给我的最后一通视频。半夜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，我暗自思忖了很久，想不出这么晚谁会来。敲门声还在继续，我极不情愿地往门口挪去，期间在不断祈祷，希望对方等不到回应就自己离开。然而却事与愿违，
我磨磨蹭蹭的想通过猫眼查看，可许久未用过的猫眼已经模糊不清，只有若有若无的人影。就在这时，手机也不合时宜的响了起来，是有人给我发了一条消息：把门打开吧。他是谁？为什么会知道我在家？我点开了手机，对方是一个黑色头像，连昵称也是空的。印象里我从来没有加过这个人，他怎么会成为我的好友？瞬间我浑身汗毛炸起，鸡皮疙瘩冒了出来。你是谁？我颤抖着手发出消息，信息刚一发出，门外又响起了剧烈的敲门声。难道这个黑色头像就是门外的人吗？我抿紧嘴唇，强忍泪水，颤抖地按了3个数字，可悲催的是根本没办法拨通。怎么会这样？门外的敲门声愈演愈烈，危险离我越来越近。我急得满头大汗，想向好友列表的其他人求助，可一番折腾下来，我彻底崩溃了。因为我发现了一个很诡异的现象，手机上除了黑色头像，我没办法联系上任何人。无助的泪水夺眶而下，门外的敲门声骤然消失，下一秒手机再次震动，是黑色头像发的视频邀请。我惊慌失措地按了拒绝。真的是疯了，天晓得视频对面会是什么？我的呼吸急促，整个人天旋地转。随后那个黑色头像又发来了消息：依依，妈妈就是想你了，想看看你。一瞬间，我似乎想起了一切，那些曾经逼自己遗忘的记忆片段，像是被风吹散的拼图，突然在这一刻拼凑完整。如果我知道那是妈妈给我的最后一通视频，依依，你能不能给妈妈打个视频电话？妈妈想你了。妈妈，室友都睡着了，我怕会吵到他们，明天早上再给你打行吗？对，咱不能打扰人家。没事儿，妈妈就是想你了。我好得很，你不要担心了。妈妈，我先睡觉了，明天早上还有事情，6点就要起床呢。好，盖上被子，不要着凉。你钱够花吗？你在学校吃的怎么样？有厚被子盖吗？早上要记得吃早饭，出门要穿暖和点。别难过，我的孩子，妈妈会变成你身边的好多东西，一直陪着你。妈妈想尽力地撑到早上，可是她没有撑到。当我知道对面的人是妈妈之后，仿佛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。我颤抖着拨通了视频电话，视频里的画面也渐渐清晰，真的是妈妈，没想到还能再看见她。妈妈慈祥又温柔地喊着我，我再也控制不住地哭了出来。妈妈，我想你了，我好想你。对不起，妈妈，对不起。如果我早知道……傻孩子，妈妈怎么会怪你？是妈妈不好，以后妈妈不能照顾你了。你以后一定要好好生活，要听爸爸的话。无论你以后变成什么样子，无论你做出什么选择，我都永远爱你，支持你，因为你一直都是我的骄傲啊！妈妈，你怎么不回话？你知不知道爸爸多担心你啊？爸爸，我梦见妈妈了。傻孩子。我觉得我的邻居很可怕，因为我每次下班回来的时候，他总会开门盯着我。早上就在我刚反锁好房门时，一阵吱呀的开门声在我身后响起。按常理说，刚好碰到对面的邻居没有什么，而这声音却让我后背发毛。我僵硬地转过身去，透过对面房门的缝隙，看到了一张满是沟壑的脸，空洞的眼神仿佛要将我吞噬，干枯的皮肤像是树木一般紧紧地贴合在面孔上。出门上班啊！一道苍老的声音从门缝处传来，我僵笑着对他点了点头，便赶紧跑下了楼，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我是3个月前搬进这栋老式居民楼的，之前跟那个老人家并不认识，可自从我搬进来的第2天起，无论什么时间，他总会开门跟我打声招呼，就算到了深夜也是如此。他就像是伫立在门后时刻监视着我一样。最可怕的是上周，我刚回家时，突然听到楼道里传来一声巨响，我吓了一跳，捏紧了手中的手机，犹豫地探着头朝着楼上望去。只见那个老人家正站在楼梯口，死死盯着我。他的手中捏紧着一把钳子，地上到处都是碎玻璃，隐约还有一丝血迹从他手中的钳子下渗出。我吓了一跳，浑身汗津津的。楼道的窗户大开着，风吹得呼呼作响。我眼不眨地盯着他手里的钳子，颤抖着声音问他：“老大爷，你在做什么？”楼道窗户坏了，
我想休一下。阴沉的声音响起，老大爷眼睛微眯，皱着眉头的模样，伴随着一阵冷风吹来，我忍不住打了个战栗，慌忙跑回了家。由于前一天晚上并没休息好，我蔫蔫地躺在床上。就在我准备拿起手机点个外卖时，门铃却突然响了起来。我感觉有些奇怪，明明我还没点外卖，可等我趴在猫眼上看的时候，我被眼前的一幕吓得连连后退。是那个老大爷，他的手上好像还拿着什么东西，白花花的。我紧张地询问老人有什么事，老人就仿佛听不见一样，一直按着门铃。我翻找出拖把，攥在手中藏到身后，缓缓地打开了房门。只见一盘饺子推到了我的眼前，并告知我这是他自己做的饺子，知道我喜欢吃，便给我准备了一些。我咽了口口水，但还没来得及拒绝，他直接转身走回了自己的屋子。我一脸莫名其妙地把饺子放在了桌上，却突然反应了过来哪里不对劲。我从没有跟他聊过天，他是怎么知道我喜欢吃饺子的？我突然想起我每次出门倒垃圾，他从门缝里偷看我的样子，我突然意识到他一定在监视着我。我如鲠在喉，理智告诉我还是少跟他接触一些会比较好。之后的几天，我每次开门关门，包括走路时，都刻意地收敛了声音。从那之后，我便再没有在楼道里遇到过他开门，我松了一口气。直到后面有一天晚上回家，刚好撞见老大爷家的房门大开着，他倚在门口大口地喘着气。大爷，您没事吧？我犹豫着开口，原本有些害怕他的情绪在这一刻也抛之脑后。我看着他面色苍白，状态十分不对劲，赶忙拨打了电话，把老人送进了医院。后来我从居委会的口中得知，老人的儿子因为在国外工作已经很久没回来了，幸亏我把他及时送医，并没有大碍。而之前老人奇怪的举动是因为阿尔茨海默症，他自己却不知道，而我正与他孙女的年龄相仿。由于前一天晚上对于吓到我表示歉意，这才特地包了他孙女最爱吃的饺子递给我。听完后，我隐约觉得心里有些难受，忽然觉得他没那么奇怪了，他只是害怕孤单。我被绑架了。当我睁开眼的那一刹那，映入眼帘的便是一个歹徒的模样。他嘴角噙着笑，目光正直勾勾地落在我的脸上。他是谁？我在哪里？我的心脏不自觉地加快了跳动的频率，恐惧使我的瞳孔快速收缩。刹那间，我感受到身体上麻绳的束缚，我微微挣扎着，但根本不敢表现出太大的动静。我悄悄抬起眼眸，观察着歹徒的面容，那是一张沧桑但却棱角分明的中年男士脸。他穿着发皱的皮衣和褪色的休闲裤，两鬓有些许银丝。最引人注意的是他的手掌，那上面布满了相当厚实的老茧，就像老槐树的树干。我不敢一直盯着他看，便快速挪开目光，顺便扫了一眼周围的环境。这是一间简单的卧室，正对面的桌子上放着一张发黄的照片，图像里是一位青年男人搂着一名少女。虽然相片有些老旧脏乱，但远远望去，总感觉照片里的男人和这个歹徒很像。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，我用余光瞟去，这个男人还是一直盯着我看，那是一种让我极度厌恶的目光。一阵手机铃声从男人的皮衣口袋内发出，他第一次挪开那持续了许久的目光，缓缓从椅子上站起，朝着房间门外走去，在离开前给了我一抹意味深长的笑。我很害怕，因为歹徒的笑容总是饱含深意。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被他带过来的，只清楚自己睁开眼睛时就躺在了这张床上。这种手脚束缚的方式令我无法挣扎。此时此刻，泪水也不自觉地涌入了我的眼眶。喂，男人站在门口，他的声音浑厚深沉，十分有力。肉，家里有肉。他的第一句话出口就给了我一种不好的预感，但我也无法确定。今天刚拿来的。放心，没死，还没杀呢。刚刚还醒了过来，新鲜着。我明白，吃啥补啥嘛。听到这话，我突然全身一颤，目光开始在这个房间四处游离，最后重重地落在写字台上的一把小刀上。看着刀刃上干涩的血渍，我的心口瞬间迸发出一股强烈的恐惧，联想到自己曾经刷到过的那些文章。难道他是？电话很快结束，男人再次走进屋里，重新坐回了原位。听说一般歹徒都是因为遭受过刺激导致心理扭曲才会误入歧途，所以我想试试能不能用语言感化他，哪怕是拖延一些时间也行，也许这样做能够等到家人或者警方的救援。我试着主动和这个绑架我的歹徒沟通。你好。布满老茧的大手缓缓伸来，他眯起眼睛。别害怕，没事了啊。感受着那粗糙的大手从我的脸蛋上刮过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挤出了一个涩口的笑容。你还有家人吗？你的妻子呢？你应该为……够了！男人的表情突然冷了下来。不要再提那个女人，是她先抛弃我们的。
说着，她用着怨恨的眼神瞪了一眼桌上放着的相片。话音刚落，她突然又收起了方才的凶恶，深吸一口气道：这不关你的事。我曾经看过相关的法制节目，里面有提到犯罪者的情绪波动是非常大的，特别是那些极端的杀人犯，这些人一般都有多重人格的体现。感受着刚才男人的突然愤怒和随后立马接口的歉意，我似乎摸索到了这个男人犯罪的根本原因，难道是因为他口中的女人吗？我仔细地观察起墙上相片中的女性，八字刘海扎着长长的马尾辫，鹅蛋脸上是一汪莹莹的柳叶眼。这不知为什么，当我开始注视这个女人时，我突然感觉她长得和自己好像。难道这才是犯罪动机？因为自己妻子的背叛，所以绑架一个相似的女子加以谋害。脑海中的推理被一阵连续的咳嗽声打断，男人突然站起身来，一只手按着胸口不停捶打，脸部就像窒息一般，倏地就充血发红。他的右手在外套口袋里不停摸索，接着又冲至书桌前，打开抽屉不断翻找，他似乎是在找药。由于咳嗽的越来越剧烈，他的动作很野蛮，翻找中连带着将一张 A4 纸甩到了我的脸上，直到翻出一个小药瓶后才停下了手中的动作。攥着药瓶，他撇过头来看了我一眼，想说什么，却又被剧烈的咳嗽劲打断，只好拿着药匆匆出了房门去找水。看来这家伙身体并不好，我刚才刻意瞥了一眼，那是右美沙芬，治疗重度哮喘的止咳药。脸部隐隐作痛，刚才那家伙翻药时甩出的 A4 纸，就像一把飞刀般将我的左脸割开了一道口子。我真希望他就这样渴死。门外的咳嗽声越来越远，我瞥了一眼床上的 A4 纸，似乎是一张医院的病历单，看来是这男人开的。我随意看了这张病历单2眼，只见第一行上写着一串名字：楚明月。怎么会是女人的名字？是他的妻子吗？我微微蹙起眉头继续看下去。楚明月，重度自残加间接性失忆患者，患病至今6年。楚明月，楚明月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一刻我脑子突然一片空白。我试着想象父母的相貌，试着勾勒家人的模样，但怎么也想不起来半分，就连碎片的图案都不曾在我的脑海里出现。外面的咳嗽声慢慢减弱，接着过了几秒，又是一阵开门声响起。此时此刻，剧烈的头疼感莫名袭来，耳边是由远至近的脚步声，男人那浑厚的嗓音从过道方向传来：闺女，你的爷爷奶奶来看你了。闺女，爷爷，奶奶，他到底在说什么？这一刻，我的记忆在大脑中疯狂地搅动，一幕幕陌生又熟悉的画面猛地灌入了我的脑海深处。我颤抖的目光重新落至那张病历单上，原来楚明月是我的名字，原来那个被我误认为杀人犯的男人是我的父亲，而我身上这些绳子是因为父亲害怕我继续伤害自己，所以才……爸爸，这一次我不会再忘记你。如果你收到闺蜜莫名其妙的电话，请千万不要挂断，也许她此刻正处在危险当中。那天我早早的下班回到家中，总感到有些心神不宁。手机铃声紧接着响起，我拿起电话才看到是闺蜜打来的，我抱着不安接了起来。小兰，你下没下电梯啊？我的充电宝好像落在你那里了，明天上班还要用，到了楼下你先别走，我马上下去拿。闺蜜的语气似乎有些着急，听上去好像是刚刚和我分开，有重要的东西落在了我这里。小丽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是不是打错电话了？还不待我继续询问，闺蜜莫名其妙的话接着传来：小兰，你到楼下了呀？等我一下，我马上下去。电话那边紧接着传来了一声关门声。这么晚了，闺蜜要去哪里？她说的这些话又是什么意思？突然，电话因为信号不稳定中断了，不知为何我的心情也有些紧张起来。听闺蜜的情况，好像是她遇到了什么危险。我连忙拨通了她的电话，可电话却显示对方不在服务区。一时之间我有些着急。闺蜜的家离我不远，大概就隔了一个街道。下楼后，我朝着他们的小区方向跑去。还没到达她的小区，我的电话铃再次响起。小兰，我跟你说，刚才真的要吓死我了。闺蜜一边大口喘着粗气，一边跟我说道。听着闺蜜快要哭出来的声音，我连声安抚她，慢慢说：刚刚我刚到家，我发现家里的鞋底有着一个大大的鞋印，一看就是男人穿的那种。而且我今天在进门的时候，手里的钥匙总是不停的滑落，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就是对不准锁眼。当时我心里就觉得奇怪，结果一回家就看到了鞋印。幸好你跑出来了，如果那个人还没走，可就危险了。听着闺蜜叙述她的经历，我不由得感觉后背一阵发凉。对啊，我今天下班的时候心里就觉得怪怪的。闺蜜表示，在下班前就有种预感，不论是在公司等车，还是下车后回家的路上，总是感觉心悸，并且离家越近，这种感觉越强烈。我们一直通着电话找到了对方，我建议闺蜜直接报了警，
在帽子叔叔的帮助下，我们确定有人进入过房间。后来在闺蜜与房东沟通的时候才知道，房东今日带着装煤气表的工人来到了家里。当时他敲门没人开门，他就自己带人进入了房间，想着很快安装好，这才没有通知闺蜜。幸好这件事情只是一个乌龙事件，但闺蜜的直觉一直在提醒着她，也许有些我们的感受会比我们更早的预知危险。本楼禁止发出超过55分贝的噪音，违者即处死。我一脸疑惑地看着消息，心里泛起了嘀咕：谁这么无聊，搞这种恶作剧？可当我看清发照片的人，整个人突然愣住了。怎么是楼长老梁？老梁50多岁，一副老干部的形象，从来不爱开玩笑。难道他的手机被盗了？还没等我发消息询问，一条群公告又弹了出来：为保证各位业主的人身安全，请务必遵守规则。此时业主群里炸开了锅，不是吧？这是搞事情呀？谁这么无聊？这种无脑的消息你们也信？一看就是假的。有的人就喜欢兴风作浪，无中生有，就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。我自己出钱买的房，别人管不着，又搞了新花招来整我们，也太小儿科了吧？嫌吵就搬出去住，整天想这些花花肠子，就是闲的。看着402两口子的霸道发言，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。402夫妻俩经常吵架，每次闹出的动静都很大，像拆家一般，特别扰民。起初有邻居去楼长那里反映过情况，老梁委婉地提醒过二人，可对方不仅不领情，还说他是嫌吃萝卜淡操心，所以他可能认为这条消息是我们合伙骗他。我可没骗人，老梁应该是被盗号了，像他那种一本正经的人不可能开这种玩笑。切，那可说不准，万一他转性了呢？大爷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501发的是语音，声音很大，周遭还有刺耳的音乐，我心头一惊，这肯定超过55分贝了。我住在501楼下，出于好心，我私信提醒他小点声。501秒回了一个无语的表情，以示不屑。可下一秒，501撕心裂肺的歌声响起，我心头一颤，莫名的紧张。1分钟、2分钟、3分钟过去了，楼上的歌声一直在持续，看来真是恶作剧。与此同时，402的争吵和摔大声也钻进我的耳朵，这才是常态吗？我暗暗想着，此时的嘈杂声不如以往刺耳，反而让我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。我悬着的心刚想放下来，可就在下一秒，一声尖叫传来，嘈杂的声音戛然而止。我吓得打了一个寒战，整栋楼瞬间变得一片寂静，仿佛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有人听到声音了吗？我手抖地在群里发了消息询问，然而却没有任何人回复我。我胆子向来比较大，但此刻我也根本不敢发出任何声响。可又过了一会儿，外面依旧没有任何响动，群里也寂静无声。犹豫半晌，我作死般的悄悄打开房门看去，楼道里也是一片寂静，时明时暗的灯泡让原本非常熟悉的楼道变得非常诡异，真的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我吓得立马缩回了头，但也不忘了轻轻将门关上。手机提示音再次响起，是楼长在群里发了一张照片，嫣红的血浸染了破碎的窗户。402和501违反规则，已处理完毕。我的身体像结了冰，脑袋一片空白。又一条消息将我无情地拉回现实。刺激吗？下一个就轮到你。我悚然一惊，浑身汗毛炸起。我明明没有发出声响，那他为什么来找我？下一秒，门外响起敲门声，我的心一沉，毛骨悚然地看向猫眼，正是楼长一脸鬼笑地提着一把刀。冷汗湿透了我的衣裳，我死死捂住嘴巴，顺手捏住了身侧的凳子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敲门声终于停了下来。我仔细听了好一会，门外确实一点声音都没有。难道他走了？又等待了片刻，就在我以为自己安全了的时候，手机又收到了消息，屏幕上出现了2个字：回头。我后背已经瞬间湿透，这是4楼，人要进来只能走门，他肯定在吓唬我。我眼角的余光瞥见窗户，上面似乎有什么东西，我机械地转过头，一张惨白的脸正悄无声息地贴在玻璃上看着我，我两眼一黑晕了过去。小冉，小冉，再次睁开眼睛，老公一脸担忧地看着我。回想起刚才一直重复的噩梦，现实的老梁家就是住在502，家里还有一位老母亲，她是个很好说话的人，对业主几乎有求必应。然而她的善良却成了伤害自己的利器。老梁的妈妈有很严重的心脏病，怕响动更怕刺激，老梁多次交涉未果，直到3个月后，老梁的妈妈病情加重，老梁再次和他们交涉，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。402和501一如既往的嘈杂，甚至是为了报复，比以往更大声。妈妈离世后，老梁一直走不出来，觉得402和501是间接的杀人凶手，于是对他们痛下杀手。而我意外地目睹了作案过程，老梁因为犯罪被抓了，可这场噩梦般的场景一直在我的梦中挥散不去。
我想不清楚为什么那些曾经因为发出噪音会在群里道歉的邻居，现在却变得如此的蛮横自我。当初如果大家多互相谅解，是不是就不会产生这样的不幸了？如果你在看电影的时候踩到了软绵绵的东西，请立刻提高警惕，因为你可能遇到变态了。荧幕中的电影忽明忽暗，手中的可乐杯已经被我捏得有些变形，并不是电影中的情节让我如此紧张，而是那个让我恶心又忌惮的男人又出现了。第一次遇见他是我刚进商场的时候，他看到年轻的女生就会主动凑过去对着她们鬼笑，表情属实让人厌恶，女生见到都会躲开，我也急忙低着头装作没看到，一直到电影院休息区的椅子上，我才稍微的放下心来。可当我抬起头四处张望时，那个男人居然也出现在了电影院。他突然转头看向我，诡异的笑容像是发现了我正在看他。我赶紧转移视线，低头玩手机，可我的余光却能感觉到他正在向我的方向走来。我的心跳咚咚作响，直到他绕过我才松了一口气。我的长相普通，着装也很平常，更别说身高也不出众，扔到人堆里根本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。仔细想想，应该是我想多了。电影放映期间，我一直心神不宁，那个男人应该已经不在电影院了吧？可能是刚刚精神太过紧张，也有可能是放映厅的温度比较舒适，我竟在座椅上睡着了。等我再醒来，电影已经放了一半，我伸了伸懒腰，突然意识到脚下的地毯踩起来软软的，还挺舒服。我心里有些好奇地毯的材质，直到我低下头往下看去时，这才发现我脚底下踩着的竟然是一双血红的手掌。我冷汗直流，顺着手的方向抬头看去，那名诡异的男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坐在了我座椅的前面，双手通过前排座椅的缝隙放在我的脚下。我十分害怕，但感到更多的是恶心。我不清楚他到底要做什么。我急忙将脚抬起，男人似乎觉察到了异常，慢慢的把手收了回去。可没过一会儿，他把手又伸了过来，并且还摩挲着我的鞋面。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这么做的，但我的内心特别的煎熬。我是一个人来看电影的，身边没有朋友，平时我的社交也比较少，就是活脱脱一个 I 人。但我也不敢求助旁人，难道跟他们说我被骚扰了吗？会不会让大家觉得我太自负了？然而我更害怕的是被周围人围观的目光。我怯懦地低下了头，眼泪默不作声地顺着我的脸颊流了下来。好在旁边的小姐姐似乎看出了我的不对劲，她便凑近我问了下情况。我犹豫了半晌，小声跟她窃语着。她听完后直接起身呵斥起了这个男人。口语之间，大家慢慢地把目光集中在了男人的身上，甚至有的男士听后直接站起了身。见此情景，前座诡异的男人只能灰溜溜地离开了。在大家挺身而出的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自己没有那么不堪，而真正难堪的是那个恶心的男人。所以下次再受到骚扰，我一定不会像这次默不作声，只有我大胆地说出来，才能避免这样的事再次发生。我们埋在地下的时光胶囊里，出现了一张无人认领的纸条。本以为是一句玩笑话，可没想到，真的有人死了。一声尖叫从卫生间传来，等我赶到时，芊芊已经瞪大了双眼，僵硬地躺在卫生间里，仿佛在生前看到了恐怖的景象。芊芊死了！一瞬间，我如坠冰窖，整个人被定在原地。我颤巍巍地询问雨墨：“难道真的是他？”我的脑海中都是那张红色的字条，雨墨也被吓得说不出话来。我哆嗦着拿出了手机，拨通了报警电话。说明情况后，我脚下一软，跌坐在地。原本今天我来这里是参加初中同学的聚会，当年我与芊芊、雨墨共同埋下了一个时间胶囊，相约在15年后的今天打开。可现在出现了一张不属于任何人字迹的纸条。你说会不会是小美啊？当时她就偷我的笔，发现了之后还说是她自己的。肯定不是，我都不认识他。写纸条的人是要杀了我们所有人，他一定对我们非常怨恨。那就是杜芳了，那个转校生，整个人土里土气的，平时也不愿说话。那件事儿我们也不是故意的，他应该不会记仇吧？还记得那个学期一直是杜芳帮我们带早餐，到了周末我们偶尔也会找他玩，但他总以在家照顾他残疾的妈妈为理由拒绝我们。直到有一次他忘记了给我们带早饭，芊芊就编了个谎话捉弄他，我在一旁并没有阻止。也正因为这句玩笑话让杜芳出了车祸。后来听说杜芳的妈妈是在得知她出车祸的消息后着急出门，不小心从楼梯上跌落出了意外。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杜芳了。你说她当年会不会已经死了？雨墨颤抖地问道。啊，少自己吓唬自己，现在已经15年了，我们不也活得好好的？芊芊也有些紧张，起身留下了一句我去一下卫生间便离开了。哎，小兰，看朋友圈，平时你还去社区给孩子做心理疏导啊？做心理医生是不是很赚钱啊？我去给孩子疏导心理问题不是为了赚钱，其实很多孩子都有心理疾病，我自然会多关注一些。
小孩子哪有什么心理疾病？你想出名赚钱，还说这么多场面话。你不觉得我们上学的时候就做了很多伤害别人的事吗？那些事很有可能会给别人造成一辈子的影响。得了吧，当年怎么没看出来你这么善解人意啊？现在倒是装起好人了。雨墨的话让我感觉心中无比的愧疚，我十分的后悔当时我没有及时站出来。我们那时候所谓的玩笑就是对杜芳的伤害，所以我才想让更多的孩子不要成为当年的我们，这也是我成为心理医生的原因。我不可置信地看着倒在面前的芊芊，曾经的挚友就这样躺在我的面前，一种莫名的恐惧萦绕在我的心头。一定是他说了会在15年后来杀我们。雨墨惊恐地看向四周，跪伏在地上，嘴里喃喃道：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，我现在好不容易出名了，我可不想死。看着他惊吓过度的样子，仿佛杜芳就在我们的身边。突然传来的声响让我感到紧张，雨墨也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空气在这一瞬间凝结，仿佛门背后有一双凶狠的眼睛正在瞪着我们。警察，开门！我顿时松了一口气，随后警察对现场进行了简单的排查。死者死于心脏病突发，我们还在他的包里发现了治疗心脏病的药。经过我们的初步判定，死者是因为没有及时用药导致并发身亡。现在登记一下，如果有什么情况，我们会通知你们到局里协助调查。警察离开后，雨墨叹了一口气，他着急地收拾着东西，连招呼都没打就慌张地离开。看着他慌不择路的样子，我只感到一阵恶心。他和上学时一样，从来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。我看着雨墨坐上了出租车离开，慢慢地点燃了手中的纸条。我们15年之后打开它，一起看看我们都埋下了什么。杜芳，按照约定，我让他们看到了那张你写的纸条。师傅，假如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跟你开了一个玩笑，可这个玩笑却毁了你的一生。现在那个同学知道自己错了，向你道歉，你说你会原谅他吗？如果是你，你会原谅吗？